图。那么柱图当中呢，违反最多的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当地下室顶板作为嵌固端的时候，这个地下一层要比地上一层的柱配筋大1.1倍的这个要求。这个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问题就是大家在校审的过程当中，绘图的过程当中很难，就是说我一根构件一根构件，一个柱一个柱构件的去对，这样的话工作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在根据自己校核完这个配筋之后呢，用软件呢去进行校审。那么这个时候同样的，关于嵌固端1.1倍的校审呢，程序也是支持带模型的这种情况去校审。程序可以自动读取您模型当中设置的嵌固端参数，那么从而呢去确定嵌固端上部和下部的楼层到底是谁，然后可以做这个对比。那么在校审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需要调整一下这个操作顺序，也就是说，需要您第一步先进来的时候呢，先去校审地上一层的这张图纸。那么这个时候呢，程序能获得地上一层柱配筋，接下来呢再去审地下一层的配筋。那么就能对比出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的这个配筋是不是满足1.1倍的要求。那么第三个呢，再给大家特别注意明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柱子的形状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上面是圆柱，下面我改成了方柱，还有就比如说材料发生了变化，比如上面我可能是一个混凝土柱，到了地下一层呢，我把它变成了型钢混凝土柱。那么对于这些情况呢，程序呢也是不校审此条的，因为这种情况下，说实话，程序也不知道该判断我该怎么去校审。那么这哪一条边对哪一条边，这个相对情况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这要特殊跟大家说明一下。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对于这个嵌固端1.1倍的话，我们的配筋真的就是合适吗？我们需不需要改变我们的配筋方式？我们先看一个小例子。比如说这是我截的一张图，那么嵌固的当地下室顶板作为嵌固端的时候呢，地上一层呢，用户的配筋呢是用了14跟22，到了地下一层的话，它用的就是为了满足1.1倍的要求，它把脚筋放大了，脚筋改到了4跟25，但是呢，中间的钢筋呢没有变化。那么按照我们自己手算的过程，或者是软件的校审过程的话，这个钢筋符号没显示出来啊，那么这个大家先不管它了。那么按照我们软件校审过程当中呢，地下一层的话，B 边的话是2跟25加2跟22，那么面积和4跟22去对比的话，那么比值是1.146，是满足要求的。同样的 H 边这样对比下来的结果是1.117，那么也是满足要求的。同时呢，并没有超太多，那这个配筋我觉得还相对是比较合理的。那么这种配筋方式真的没有问题吗？因为我相信我们应该大部分这样校审过程当中，我们这样就满足要求就过了。但是如果我们细看这一条规范的条文解释说明的话，那么规范条文对于这个1.1倍的它的这个取值呢，其实是有相应的这个位置要求的。比如说条文说明里说到，柱的纵向钢筋至少要比地上柱结构的下端钢筋增加1.1倍，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嵌固端的这是我的上柱，这是我的下柱。那么我在做1.1倍校审的时候呢，那么我应该取它的配筋，以及这个地上一层柱下端的这个配筋。那么它们两个去比较，是不是满足1.1倍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实际在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可能这个是柱的全长。这个其实呢也不怨大家，因为就是我们在做设计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对于这个钢筋的连接啊，或者施工当中钢筋的排布，有些时候考虑的其实是相对较少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真实的按照这个情况去那个配筋去校审的话，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校审过程其实是略微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施工问题。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图集的相关要求啊，这里面给大家截的是16G，那么其实大家看22G的图集也是一样的。那么，在柱子的这个钢筋上下层的连接上呢，有一条明显的要求，就是说要求这个直径大的钢筋呢要向下连接。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两张图，那么如果说上柱钢筋的直径比较大，那么要把上柱大直径的钢筋呢延伸到下一层当中。如果说下一层重筋的钢筋直径比较大，那么我们是要向上延伸的，那么有一个延伸或者说连接点焊啊什么一个搭接长度，这个就不给大家去讲了。那么针对于刚才我们这张图来说呢，我们的脚筋直径呢是下柱比上柱要大，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的这根2属的钢筋呢，我在连接的时候呢，我要伸到地上1层去。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地上1层下端柱的配筋其实是和地下1层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规范的这个位置要求，那我们这个校审结果其实比起来就是1.0，刚好是相等的。那么我们原来这种配筋方式可能就略微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配筋呢？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图集当中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地下1层增加的钢筋在嵌固部位的铆固要求，就是如果说我地下1层钢筋的根数有增加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增加的那根钢筋没有办法和上柱连接，那么这个时候增加的钢筋可以采用翻铆或者直铆固到这个嵌固端顶部就可以了。那么所以说，针对于刚才这张图，如果我们想要满足1.1倍要求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地下1层柱的配筋，我们是不是首先要保证这个直径不变，或者说它的直径要比上一层柱要小？那么这时候才能保证，地下1层大直径的钢筋不被伸上去。那么同时呢，我们是不是为了满足1.1倍的要求，这个是我们要通过采用增加根数的方式去配筋，相对更加合理，而不是说采用我们增加大直径的方式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原来这个可能是4根22，那么这时候是不是这个边我要改成5根22去配筋了？等等这些，这儿呢就只留给大家一个思考问题啊。至于这个如何选择，这个还是交由设计师自己绘图时候去处理。只是说在这里面抛给大家一个后期这个绘图的小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接下来再回归到柱的里面，柱施工图里面还有一个频率较高的问题，其实就是简单归纳为还是可以说为是柱子全高加密。那么柱全高加密呢，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脑子里滚瓜烂熟的东西，比如说我的楼梯间柱，那我要全高加密，还有这剪跨比不大于2的全高加密，以及这个角柱啊等等这些我都要全高加密。那么还有框支柱等等这些规范都有要求，都要全高加密。那么最容易犯的2个问题呢，一个是关于这个剪跨比不大于2的柱子要全高加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绘图过程当中呢，大家很少就是或者说有些设计师可能并没有养成习惯，我要去对这个施工图里面的对那个后处理结果展示里面的剪跨比，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你会遗漏，认为我这个柱子层高3米，那一般不会造成是剪跨比小于2的情况，那我就按照实际的去配了，把那个加密区100，然后非加密区200，这样去配筋了。但是当你回到这个剪跨比的计算书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个柱子的剪跨比不够，那么这时候呢就会造成这样有一些绘图当中遗漏的问题。另一个呢，关于前高加密易错点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一条规范上。也就是因填充墙等原因呢形成的柱子的净高与柱截面高度之比不大于4的柱呢，大家有时候会忘掉。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大家简单画一个图吧。比如说这是我一根柱子，我方向呢我都连着不同高度的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计算柱净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取的是最不利的这个梁高。那么柱子的净高可能画的图有点那个丑啊，大家就凑合看吧。然后呢，柱子净高呢，我可能要从这个最大的梁高处去减。那么减下来之后得到我的柱子净高，再除以柱子的截面的高度，看它是不是小于4。如果说小于4的话，小于等于4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柱子呢也要进行全高加密。但是我们在实际绘图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很少有人去这每一个柱子连接的这3根梁我都去算一遍，然后这个柱子连的4根梁我也算一下，甚至有的柱子连接的梁更多，我每一个都去算一下。其实这个是大家就是难是不难，但就是说这样机械性的工作大家很少会去做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大家平时在绘图当中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么同样的就是也是软件当中的这些条文呢都是可以执行的，大家后续呢只需要在绘完图之后呢用软件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嗯，第三个大问题呢，就是我们进到这个强施工图里面，给大家看一下